欢迎您收听《生命的光》，我们用基督信仰的视角来看世界。今天，想跟大家深入聊聊一个蛮有意思的话题——守护天使。对，守护天使这个词现在真的很常听到，感觉很浪漫。是啊，听起来特别温暖，但也让人思考一些关于情感啊、责任啊这些问题。没错，我们今天会参考一些资料，主要是一份从基督教的观点出发，用圣经的智慧来看看这个守护天使跟现代人的情感责任有什么关系。所以是从信仰的角度来分析。对，然后也参考了另一份资料，是比较从文化现象观察，带点批判性的去看守护天使这个说法，觉得它可能反映了一种逃避心态。了解。那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来梳理一下，这两种不同的看法，他们是怎么碰撞的？圣经里讲的天使跟我们平常文化里想象的守护天使到底哪里不一样？还有就是，这对我们理解爱跟责任到底意味着什么？好，那我们先从现代文化这个现象看起好了。现在社区媒体上很流行说什么守护天使化作了你的亲人、朋友、爱人。对，常常看到这种说法，好像是一种心灵慰藉，感觉很暖心。不过，就有观点提出，这有点像甜蜜的精神鸦片。精神鸦片，这说法有点重哦。他的意思是说，这种想法可能掩盖了现代社会因为那个共同体瓦解之后，人普遍的那种孤独感。而且他好像把一些很实际的人跟人之间的付出，比如说妈妈照顾小孩的辛苦，或者朋友下雨天帮你送伞，很具体的行为。对，把这些凡人的选择跟主动付出美化成了好像是神性的馈赠，或者是天使的本能，这样就有点模糊了关系的真相。我好像有点懂了，就是说把人的努力跟选择说成是理所当然的守护。对，有点这个味道，而且这似乎也刚好打中了现代人的一种矛盾心理。什么样的矛盾心理？就是一方面很渴望那种无条件的爱，不需要付出的温暖，但另一方面又很害怕进入那种需要承担责任的关系。这倒是蛮常见的。所以您是说，这种守护天使的说法可能会让人更倾向于变得比较被动，甚至逃避承担义务。像现在有些说法，躺平式社交啊，搭子式恋爱啊。就是只要陪伴，不要承诺。对，只想享受关系的好处，不想付出努力去经营。甚至科技可能也推了一把。科技怎么说？制造了很多情感的赝品啊，让人很容易沉溺在虚拟的互动里，好像有连结，但其实忽略了真实世界面对面那种需要投入的关系。这确实是个问题。那谈了这么多现代的状况，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圣经里面是怎么谈天使感责任的呢？圣经里讲的天使定位比较明确，是服役的灵。希伯来书是这样说的：服役的灵。对，意思就是他们是执行上帝旨意的神的仆役，主要任务是侍奉神、传递信息、保护神的子民，而不是来做我们的情感替代品。所以跟我们文化想象中那种随时在旁边陪伴、安慰的形象不太一样。不太一样。你看圣经里的故事，比如说夏甲在旷野快渴死的时候，天使出现指示水源，或者彼得被关在监牢里，天使救他出来。天使确实会奉神的差遣来施行拯救或传达讯息，但是关键在于人还是要有所回应跟行动。比如说天使指示夏甲水源后，是要求他自己去扶起童子。彼得也是要自己站起来，跟随天使走出监狱。天使是帮助，但没有取代人该做的事、该负的责任。了解。所以人的情感责任，它的根基在哪里？不是来自于天使的话，根基在于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这是创世纪说的。按神的形象。对，所以我们被呼召要去实践一个很重要的诫命，就是彼此相爱。
这是耶稣给的命令。而且这种爱，圣经强调是主动的，甚至是牺牲的选择。主动的、牺牲的选择，这跟前面讲的被动等待守护很不一样。非常不一样。我们的善行，比如说妈妈的照顾、朋友的帮助，从信仰角度看，不是什么天使本能，而是因为我们先领受了神的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约翰一书写得很清楚。然后呢，我们透过自己这个很软弱、不完美的瓦器，这是哥林多后书的比喻，去把这份爱行动出来，去回应神，也回应身边的人。所以，我们能去爱，本身就是一种恩典的回应，而不是我们自己多不了不起，或者像天使一样。可以这么理解。而且你看，福音的核心就是舍己，耶稣自己就是榜样。这跟现代那种想要逃避情感责任的现象是完全相反的方向。这点很重要。对啊，所以雅各书才会提醒，光说不练的爱是没有用的。如果看到弟兄姊妹没吃没穿，只跟他说愿你平安，愿你穿暖吃饱，却没有实际行动，那有什么益处呢？确实，爱必须是具体的。没错，必须是像道成肉身那样，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这样听起来，其实虽然来源跟角度很不一样，但前面提到的世俗文化对守护天使浪漫叙事的批判，跟基督教强调我们要主动去爱、去承担责任，好像有个共通点呢，就是说都指出了不能只是被动的期待被爱、被守护。正是如此。这个观察很敏锐，圣经的启示并不是否定我们领受恩典、被神或被人守护，这个当然是有的。但是它更强调的是，我们蒙召是要去成为守护者。成为守护者。对，我们可以透过具体的爱心行动，成为神在这个世界上的奥古斯丁有类似的说法，就是地上的天使。马太福音也提到，我们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主身上了。哇，地上的天使，这概念很有意思。所以在我们这个数位时代，这要怎么落实呢？或许就是要刻意的去重建那种在场的爱。在场的爱。对，就是真实的陪伴和付出。比如说，耐心教家里的长辈用手机支付，而不是不耐烦。或者，看到邻居可能行动不方便，主动问一下要不要帮忙买个菜。这些很小，但很实际。对，这些就是实践爱邻舍如同自己的具体方式。重点就是我们的眼光要从一直等待被守护，转变为我能不能主动成为光。成为光，去照亮别人。是的，主动去付出，跟身边的人一起共同编织一个可以对抗孤独的、互相支持的网络，去认识到真正的温暖往往不是来自于等待，而是藏在我们选择去温暖他人的那份勇气里。这总结得真好。所以今天我们深入探讨了守护天使这个概念，看到它背后既有很浪漫的文化想象，但也牵涉到深刻的信仰反思，还有非常实际的责任问题。对，关键似乎真的不在于到底有没有一个看不见的天使在默默守护我们，而是在于我们自己在关系中如何用主动的具体的爱去回应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或是他人曾经给予我们的付出。没错。所以这也留给正在收听的您一个思考。与其一直向外寻找一个完美的守护天使，不如我们向内看看自己。或许我们内心深处真正在寻求的那份守护，那份爱与被爱，正体现在我们鼓起勇气，选择去爱、去付出、去成为他人祝福的那些行动当中。所以问题是，对，今天您可以为您身边的人做一件怎样的小天使行动呢？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反思点。非常感谢您今天的分享。不会，也谢谢您的收听。希望这次的探讨能带给您一些新的思考。我们下次再见。